我爸是黄毛，我妈是精神小妹。6岁那年，他们突然得知我是虐文女主。我爸怒而拍桌，咱闺女必定是爽文女主。我妈握拳，得给她生几个又高又帅的哥哥，把她往死里宠。嘿，朋友，不管你现在是在挤地铁、等咖啡，还是刚放下手头的事想偷个闲，别着急划走。今天的一页故事刚好能填满你这几分钟的碎片时光。喜欢我的朋友，欢迎点击订阅分享。那我们故事开始。自从发现我是虐文女主后，爸妈看我的眼神完全变了，焦虑中带着一丝敬畏。没想到咱们这31一厅里也卧虎藏龙。我爸叼着烟纠正，试一试半听。我妈一目又开始叹气，老林儿，虽说我们女儿美若天仙，若柳扶风，一看就是金圈佛子的白月光，但白月光命都不好，怎么办啊？那不行，我爸想了想，怒而拍桌，咱闺女必须要当爽文女主。我也觉得。我妈握拳，咱赶紧给她造几个哥哥，又高又帅又霸道，把她往死里宠的那种。正窝在床边写作业的我，不是，你俩能先把外放的杨世子小说关了模？还好我爸墨风，说后出来的应该只能是弟弟。我妈顿时沮丧了，弟弟不好，弟弟会帮着外人欺负姐姐的，就那种真假千金文，你知道吧？妹妹呢？那更不好，要一边抢她未婚夫，一边把她发卖的。看来只能换个办法了。他们头脑风暴的时候，我已经把作业写完了，拿给他们检查，全对，甚至揪了几个出题者的错。我爸一拍脑袋，老婆，咱闺女怎么这么天才？她不会就是传说中的凤傲天吧？有道理啊。我妈喃着附和，难怪会托生在咱们家，这不就是那什么草根逆袭剧本吗？于是我在他们眼里的形象一下子从悲惨虐文飞升到了无脑爽文。爸妈决定不给我造哥哥了，他们想送我上个好大学，清华北大那种，然后风风光光嫁入豪门。但问题来了，大学怎么考来着？我爸妈都没见过高考的考场，他们一个是工厂黄毛，学历普高肄业，一个是发廊小妹，学历中专。两人一见钟情，未婚先孕有的我，平时最大的爱好，除了听杨世子小说，就是一起在某音摇花手，可以说和爽文毫无瓜葛。这天我放学回来，发现他俩吵架了。我妈指着我爸，应该你先戒烟，你1年省下来的买烟钱都能带全家去迪士尼了。我爸不服，那你不许再做美甲，你每周做美甲的钱都够宝宝买新衣服了。原来这几天我妈在看狗血年代文，突然想开店，但差点启动资金，目前正在寻思怎么来钱。等等，所以为什么要开店？因为我和你爸寻思了一下，那种凤傲天女主都是又漂亮又聪明又有钱的，现在你漂亮又聪明，就差钱了。我妈边说边恋恋不舍地看她五光十色的指甲。如果真的要开店的话，那爸爸不许再抽烟，妈妈你也暂时别做指甲了。为什么？他们异口同声。因为我是女主，你们必须得听我的。我挺直腰杆。两夫妻咬着小手帕难过了一会儿，还是勉为其难的妥协了。我头一次体会到爽文女主的光环，连头晕的感觉都减轻了许多。他俩改邪归正后，莫少被身边人蛐蛐。先是我妈下班后不和小姐妹去美甲店了，那些阿姨皮笑肉不笑。我们苏大美女也是学会勤俭持家了哈，真贤惠。我爸也开始用牙签代替香烟，他工友直翻白眼。你还装起来了，赌你撑不过2天。我给他们打强心针。知道主角为什么是主角吗？
因为他们从不随波逐流，勇者的道路必然孤独。他们听得热泪盈眶，对，所以我们是孤勇者。大半年后，终于攒够启动资金，开了一家很小的早餐店。实话说，我妈做饭的确好吃，但我们家谁也不懂做生意。直到我爸一撸袖子，从茶几下掏出一本厚厚的《异世界网文》。这作者的书我追很久了，怎么选店面，怎么装修，怎么进货，怎么营业，写的都特别详细，我觉得比教科书好用。真教科书你也看不懂。我妈拆台，我爸红了红脸，嘟囔：我小时候也是考过第一的，后来家里出事才荒废的吗？总之，咱家的生意就是做起来了，赚不赚钱另说，但我很开心。因为店就开在老小区楼下，我每天上学放学都能看到他们，放假也能黏着他们，再也不用一个人发半天呆了。小本生意也不是那么好做，他们忙得晕头转向，而我有空就去搭把手。我妈总是急吼吼地赶我：哎呀，你干啥？你是要嫁豪门的人，别跟我一样围着灶台转。我哭笑不得：妈妈，世上哪有那么多豪门啊？结果她跟爸爸一起训了我一毒，老实了。晚上我坐在小板凳上写作业，听到他俩在背后偷偷咬耳朵。咱闺女的手那么好看，跟我一样留疤就不好了。你别动，这儿还没贴好。墨迹，老婆的手也好看。我们家真的穷到只剩爱了。事实证明，爸妈做了一个正确的决定。我们早餐店的位置人流量大，又没石磨竞争对手。加上妈妈的包子秘方的确好吃，附近的人口口相传，很快就盈利了。我算了笔账，净收入是之前他们给人打工时的2倍。爸爸泪流满面，连夜去给那作者写了1000字好评。钱赚到手，下一步就是花了。他们还是想花在我身上，但关于是送我去学艺还是学武，起了争执。那天我慢腾腾地从房间走出来，捂着脑袋：先送我去医院吧。然后咚地晕倒在了地上。去医院检查出是低血糖，还有一堆其他小毛病，都是娘胎里自带的。我半梦半醒间，想起了很多以前的事情。我妈妈19岁怀的我，那时家里条件一般，应该说很差，她没安好胎。加上生我前和外公外婆大吵了一架，直接就早产了。吵架的内容无非是外公外婆看不上我爸，但我妈非要嫁。给你找的大老板和高中老师你都不见，非要嫁个爸妈都死绝了的穷小子，你鬼迷心窍了。屁的老师，把自己老婆打跑2个，名声臭了，没人要才丢给我。那老板人都50了，比你们年纪还大，你们为了钱也好意思。当初我成绩那么好，为了供弟弟上学去打工，把自己一辈子都耽误了。这回你们谁也别想管我。老林再不好，至少不会打我、骂我，把我当驴使唤，他还攒钱给我买新衣服呢。我妈说的煞有介事，脸上又神气又甜蜜。就这样，我说服了你外公外婆，跟你爸爸结婚了。用现在的话说，我妈铁定是个恋爱脑。但个人有个人的境遇，谁也不能说自己在那个位置上就一定能做得比他更好。她倒从不后悔嫁给我爸，唯一懊悔的是莫能给我一个健康的身体。我醒过来的时候，他们正守在我病床边，乖乖听医生训话。是，我们回去一定注意，每天逼他吃红枣、香蕉、鸡鸭鱼肉，每年都来体检。也别光靠吃，还得经常带他锻炼身体，跳跳操、跑跑步什么的。他们不住点头，看向我的眼神满含愧疚，像闯了祸的小学生。我轻声说没事。其实爸妈小时候生病也是自己硬扛过去的，
大概莫想过养孩子会这么娇贵。不能全怪他们。我挂着点滴吃水果，他们又聊起之前的话题。我妈坚持说女孩子就应该学芭蕾，芭蕾优雅，招男人喜欢。我爸说优雅有屁用，就应该学跆拳道，虎虎生风。最后吵起来了。我过的辛苦点也就认了，我就想自己闺女是个体面人，嫁给有钱人过体面日子，难道这也不行吗？跆拳道哪里不体面了？遇到黄毛一拳一个。你还想自己女儿遇到黄毛？行了，别吵了。我又捂住头，他们安静了。其实除了算术题和立方体外，我并没有特别感兴趣的东西。公平起见，爸妈让我在附近的芭蕾舞团和跆拳道馆都是几堂课。结果芭蕾老师差点被我整哭，好久没见过四肢这么不协调的小姑娘了，你们快带走，带走。跆拳道老师倒是眼前一亮，虽然体力不是很好，但身体柔韧度和耐力很强，而且肌肉的恢复能力很棒。只要持之以恒，未必不能成器啊。等等，柔韧度强，恢复能力好，我妈忽然警铃大作，那不就是剖？我爸迅速捂住她的嘴，老师，我们就学这个了。于是8岁这年，我开始学跆拳道。我一边练拳，一边读书。4年后拿到了蓝带，又以全县第1的成绩考上了市一中。市一中离我们家有点远，这意味着我要离开他们身边，独立生活了。开学那天，我爸妈抱头痛哭。老林，你去送吧，我舍不得。老婆，我也舍不得，要不别让闺女别去了。那不行，我妈马上抹泪，她待在这个小地方一辈子都遇不到霸总的。最后还是他俩一起送的我。分别的时候，我妈千叮咛万嘱咐，宝宝，要是有男生追你，你一定要看看他是真少爷还是被报错的假少爷啊，这个很重要的。说啥呢你？我爸把他拉走了，又回头对我招手，要好好念书啊，宝宝。结果开学没多久，他们就接到我班主任的电话，2位家长有空来一趟吧，林爱苏在学校跟人打架了，说对方骚扰她。我妈大惊，什么？难道校园文男主这就出现了？我们还没准备好啊。家里的生意走不开，我妈自告奋勇让爸爸待在家里，她要亲自来会会这个未来女婿。看到他的时候，我马上走过去告状，妈妈，就是他对我性骚扰。我妈看了眼那个男生的长相，竟有点喜上眉梢，哪种骚扰？壁咚还是公主抱？他摸我胸。我妈噌的就站起来了，死小子，你哪只手碰的？那男生先前被我一脚踢出了鼻血，现在脸还肿着，但表情仍旧很欠揍。你敢动我？我警告你，我爸爸是开公司的。我妈坐下，但是话又说回来。妈妈，我睁大眼。我妈清醒了，掏出手机，哪家公司？来，我查一下。那男生突然不自在起来，但还是诺诺地报了一串名字。我妈默坐几秒，又站起来。2年前就倒闭了，你敢唬老娘？亏我以为你是什么富二代香饽饽，还打我闺女的主意，家里没有镜子也有尿吧？还是没前列腺尿不出来？小年纪不学好，我看你以后托关系都进不了电子厂。我妈是个网络街溜子，常年浸淫网络术语，骂起人来不重样。办公室的人听着她输出，一个个目瞪口呆。班主任根本拦不住，直到对方家长也赶过来时，他才勉强中场休息喝了口水。那男生已经被羞辱得泪流满面，他母亲心疼儿子，斥责我妈太得理不饶人。我怎么不饶人？怎么不饶人？啊！我闺女是未成年，她被骚扰了，我是可以报去公安局的。莫闹到那个份儿上，你们就偷着乐吧。
我告诉你们，我苏美霞这辈子就这么一个女儿，以后谁敢在我眼皮子底下欺负她，我扒谁的皮！”他指着那对母子，骂得面色潮红，唾沫横飞，一向仔细打理的头发都散了。看见他略显狼狈的样子，我不知怎地，心底像被狠狠揪了一下。妈妈，我没事了，真的。我拉住他的袖子，他看了我一眼，眼神瞬间软了许多，只将我紧紧搂在怀里。叫家长的初衷本意不是吵架，而是对涉事双方进行教育，然后握手言和。我妈还不是那么服气，但我劝了她几句，这件事总算各打50大板的过去了。事后我把她送到回家的车站，路上她还在吐槽，真是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，儿子好色，当妈的也拎不清，这种人可不能做我亲家。夕阳给她的脸镀了一层很美的金辉，我默默注视着，良久问了句：“妈妈，难道他真的足够有钱的话，就可以骚扰我吗？”我妈闻言愣了下，那倒也不是。她想起什么，摸着我的脑袋叹了口气：“宝宝，其实我年轻的时候啊，美得跟王祖贤一样。那时有个戴金链子的客人一直追求我，说要让我住大别墅，但他太丑了，我不乐意。他对我死缠烂打，结果还是你爸路见不平打跑的他。我当时就一见钟情了，哪管什么有没有钱，非要跟着他，然后一处就处到了今天。”哦，我点头，所以人还是得嫁给爱情。你不准，你要嫁给荣华富贵，别跟我一样，一年到头懒觉也睡不了几次。热气卷着尘土味袭来，是车要到了。我一边送他过去，一边说：“妈妈，等我长大了，你们就不用这么辛苦了。你可以把早餐店关掉，然后天天睡懒觉，做美甲。”他身形很瘦小，被人群推搡着挤到车上，几乎眨眼间便消失不见。但车发前，我还是看到他努力地探到了窗边，笑着对我大喊：“可是宝宝，我已经很幸福了啊！你要比我更幸福才行，因为你是女主。”我站在外面对他招手，目送着车身摇晃而去，直到不见他的身影，才发现自己眼角已经微微如湿，是不知何时溢出的泪。中学生的日子很枯燥，除了念书就是八卦。我妈来学校大闹一通的事迅速传开了，于是我在许多人眼里的印象，从不爱说话的乖乖女变成了下手狠辣的暴力女，而我妈成了养成暴力女的夜叉。不过被人怕也总比被人欺负强。我堵着耳朵读我的圣贤书，成绩一直保持在年级前3，时不时拿个奖状和奖学金，也算老师口中的看看人家。家里的生意蒸蒸日上，到初3这年，爸爸妈妈终于换掉那套住了10几年的破旧二手房，买了套新住宅。这下是真正的3室1厅，再也不用委屈他们打地铺或者睡沙发了。搬进新家那天，我妈坐在宽敞明亮的客厅里大哭，一面哭一面扒拉那扇漂亮的落地窗。老林，我真的死都莫想过自己也会有今天。我看以后谁还敢笑话我苏美霞？谁还敢说我嫁得不好？老娘现在分明过得比我2个弟弟还风光。我爸莫嚎出声，但一直在角落吸鼻子，手还抖个不停。我凑上去瞟了眼，哦，原来又在给之前那个作者写好评。感谢大大，我又来还愿了。靠着您的教程一步步赚到了钱，还买了房。等宫女儿上了清华北大，我会再来还愿的。不是，要不要把清华北大说的这么轻易啊？应该没有第3次还愿的机会了。我轻咳，给他们都擦了擦泪。好了，搬新家是好事，想想我们的乔迁宴，开心点。我们家亲戚虽然不算多，
但在爸妈眼里，乔迁毕竟是和升学宴一样重要的事，所以还是把能请的都请了。甚至一向和爸爸水火不容的外公外婆也来了。可等他们都到了，我们才明白来者的用意是什么。宴席后，外公外婆在屋子里溜达。美霞，你们这儿还有一个房间空着啊。我妈解释，是，我现在跟老林一间，艾苏单独一间，这间我们是打算做书房的。外婆摇头叹气，艾苏平时又不在家，这儿不住人可惜了。美霞，其实这几年我跟你爸身体都不太好。我妈忙压低声音，不行，老林他不会答应的。再说，当年让我去打工的时候就说好了，你们跟着弟弟住。我……闭嘴！这是你跟父母说话的态度吗？外公怒声打断他，你一个女娃，读了中专还想怎么样？我们亏待你了。你两个弟弟负担都那么重，你作为长姐，好意思当撒手掌柜？他们拿出长辈的架子开始训话，我妈条件反射般垂下头，看上去无措又无助。而另一边，爸爸已经被姑姑拉去了阳台。虽然听不清他们说了什么，但我眼睁睁看着爸爸从口袋里掏了厚厚一沓红票子，递给他。我们家这几年挣了钱是不假，可每一分都是辛苦钱。况且买房已经花光了大半。到底出了什么事？姑姑要问爸爸借钱。我心下不安，想把他们从包围中解救出来，却被妈妈一个眼神制止了。她对我动口刑，回房间。我只好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等他们叫我，已经是晚上了。爸爸妈妈一语不发，收拾着家宴后的狼藉，莫谁说笑。只有满地果壳和纸屑堆积如山，沉默也如山。我那时不明白，一场热热闹闹的聚会后，留下的为何会是这些寂寞的东西。爸爸妈妈，我们的书房是不是没有了？我很轻很轻地问他们。以前挤在小小的二手房里时，甚至只有我能睡完整的床，有挂壁的书柜，而他们的书籍全都杂乱无章地堆在茶几下面，或者拿去垫垫桌角。那是他们期待了很久的东西啊！可他们望向我，嗫嚅了半晌，什么也说不出。那天我们都很早就睡了，但即便隔着一道客厅，我也还是能听见隐隐约约的争吵声。其实我早就习惯了爸妈3天一小吵，只是唯独这次，他们选择了回避。原来真正意义上的争执，他们从来不想让我知道。第二天收假，我回了学校，继续备战中考。妈妈莫拗地过外公外婆，那段时间，外公先住了进来。而姑姑那边，据说是姑父赌博欠了钱，才不得不向我们求助。爸爸不想书房被占用，可妈妈也不希望家里的钱往外流，于是他们罕见的冷战了。就连早餐店的生意也受了影响。经常有客人说吃东西的时候，感觉头顶凉飕飕的。这回的矛盾显然不是那么好解决，但我复习忙得晕头转向，没空插手。不过万幸，我在考场上没出岔子，尤其题考，拿了好几项满分。带队的老师很好奇，练过？没有，我不好意思地摇头，只学过一点跆拳道。真的假的？他更惊讶了，很少有家庭会让女孩子学这个，你父母有远见啊。我听着这句话，思绪悠悠地飘回了童年的一个午后。那时我正在道馆里练习踢腿，而爸妈在角落偷偷看我。哎呀，老婆，咱们宝宝真帅。帅什么呀？你不怕他长大后一身腱子肉？哪有女孩子这样的？那又怎么了？你手劲儿也大，我不照样喜欢？他跟我能一样吗？又来，油嘴滑舌。我忍不住抿了抿嘴角。对，爸爸妈妈很爱我，也很爱彼此。
只是在我们这个小家之外，他们还有各自血脉相连的亲人。这种羁绊即使带着苦痛，也并不那么容易割舍，最终只能剪不断理还乱。回到家时，我预想中的鸡飞狗跳并未出现，反而安静得有些诡异。问了才知道，原来是外公不喜欢吵闹，又有嗜睡的毛病，禁止爸妈在家里外放狗血小说。为数不多的兴趣爱好一，爸妈苦不堪言，但也只能背地里嘟囔，哪里吵了？莫京剧咿咿呀呀的吵啊。这还不算完，中考成绩出来后，姑姑突然带着表弟来看我们，爸妈还以为是他们终于渡过难关，打算还钱了，激动了一把。结果姑姑把表弟往我面前一推，艾苏儿，听说你考了全校第一，恭喜恭喜！反正你暑假也没事，帮你弟弟补补课呗。你弟马上也要小升初了，把他辅导上市一中不是难事吧？反正这几个月就拜托你了啊！我爸一下子跳起来，不成，我刚给他报了个夏令营，等他回来我还要送他学钢琴、学画画、学游泳，他没时间。哥，姑姑生气地叉腰，你说谎不打草稿啊？他一个人学得了那么多东西，就抽出10天半个月教他弟弟怎么了？又不是什么外人，你可不能把艾苏带坏了，将来不顾一点姊妹亲情，那他成绩再好也是个不顶用的。我爷爷走得早，奶奶在爸爸上中学的时候也离开了，所以姑姑和我爸是相依为命长大的。两人情谊深厚，爸爸重感情，一向对姑姑百依百顺，现在却不管不顾地急了眼，说他白日做梦。他这边吵着，我妈那边电话响了，是外婆。美霞，艾苏在家吧？妈，你又有啥事？哦，是这样，我这边认识一个做家具生意的老板，对方人很好的，一年能挣几百万。我不寻思着肥水不流外人田，艾苏她。妈，你疯了！艾苏才多大？我妈崩溃地打断。她还小啊，虚岁都16、17了，再过2年都能抱娃了。你们相亲不就是这个年纪吗？你行她不行？别磨磨蹭蹭的，人家范老板等着呢，我钱都收了，你赶紧让他出来跟人现现。乱成一锅粥的时候，外公拄着拐杖出来了。你们吵吵啥呢？炫耀不要人睡觉了？啊！我爸妈突然爆发出一阵刺耳的尖叫，然后猛地掀翻桌子，瓶瓶罐罐噼里啪啦碎了一地。真把我们当反派整呢？滚！滚！都别活了！有时人的觉醒真就是一瞬间的事。我眼睁睁看着2个月前还对外公外婆唯唯诺诺的妈妈，果断挂了电话，又咬牙切齿地把外公往大门外拽。车票给你买好了，你今天就回去。当初结婚你们也没添一分嫁妆，养老倒是想起我了，还占了一整个书房，呸！而我爸不仅抄着扫帚把姑姑和表弟都赶了出去，还硬从姑姑口袋里掏了几张红票子。这是300，你还欠我家49800。回去告诉你男人，别当缩头乌龟，下回一口气把欠的钱全还清，不然老子跟他法院现。姑姑气得眼泪都出来了。哥，妈走之前怎么说的？你怎么能这么对我？你还敢提妈？我是不是为了养活你才辍的学？我是不是让你好好读书？我是不是让你找个正经工作？我是不是早就叫你跟那个不争气的离婚？他边说边挥舞扫帚，滚滚滚，别来气我！砰的一声，门终于被关上了，屋里又恢复了熟悉的寂静，但这次是我们都梦寐以求的平静了。爸妈虚脱着靠在一起，我给他们扇了很久的风，他们才缓过神。老林，你居然真把你妹赶走了！我爸苦笑一声，他要只借钱也就罢了，
居然打宝宝的主意。就是。我妈叹了口气，别的我都忍了，宝宝怎么能跟我一样15、16岁就被拉去相亲呢？又不是什么青梅竹马门当户对。我忍不住凑上去抱住他们，把脸埋他们中间。我妈不好意思地揉了揉眼睛。你说人也真是的，以前爱看什么一夜暴富的爽文，然后亏待自己的父母，终于后悔了，哭着求着我回去，哈哈，当时看得神清气爽的，结果落到自己头上，才发现根本不是那么回事。偏心的人哪里会后悔啊？他们只嫌啃我啃得不够狠。我爸也点头。所以这戏跟人生啊，真就是两码事。我还老想着自己是谁家走丢的大少爷呢，但两眼一睁还得洗菜切菜。所以往后不看那些东西了，反正都不是真的，看多了也糟心。他说着说着停下了，因为屋里响起了另一个声音。昏暗的地下酒吧，女人将一张合同摆在桌上，似笑非笑。诺，爸爸，我递上手机，你之前追的那个都市异能小说更新了。对，就是这个，800年了，作者终于填坑了。我爸忽然从地上坐起来，换了个舒服点的姿势，长舒一口气。老婆啊，我好像又活过来了。经过这么一闹，我们家彻底清静了，名声也算彻底臭了。不过爸妈不在乎，干脆退了乌烟瘴气的家族群，每天只在我们的3人小群里冒泡，时不时分享一些自己正在追的炸裂网文。我还总结了一下，我妈爱看豪门追妻带球跑，我爸爱看升级打怪无脑爽。反正的确过得比之前开心了不少，恰恰印证了那句话，只要人没有道德，就绝对不会被道德绑架。开学我就要升高一，爸妈纠结着带我去哪所学校报名。他们营业时从别的叔叔阿姨那儿打听到，现在市里教育资源最好的已经不是市一中了，而是对面那所开了没几年的私立中学。那所学校财大气粗，挖了不少好老师和好生源，甚至就在今年，高考的升学率已经超过了市一中。当然，如果要把我送进去，学费和生活费都得翻倍。借给姑姑姑父的钱还没全部要回来，店面的租金又涨了。夜里他们翻着账单，有一阵没一阵的叹气。趁妈妈在洗漱，我悄悄拉住爸爸的袖子。没事的，我在市一中都待习惯了。再说了，也并不是越贵的东西就越好啊。你傻呀，丫头。爸爸拍了下我的头，人家贵当然有贵的道理。我看了他们的宣传片，那个羽毛球馆，那个恒温泳池，还有豪华宿舍、心理咨询室，建得跟城堡一样，是个人就想住。我跟你妈知道，你睡觉前，在之前那种8人间总睡不好，但怕我们担心，从来不说。你每次回家，眼睛都黑成熊猫眼了。现在我们有条件供你，喂食魔药莫苦硬吃。再说了，你说不定能在里面遇到7、8个霸总呢，那你妈妈的心病就了。爸爸，他手动闭嘴，而我低下头，慢慢靠在墙上。可是你们对我这么好，我真的会有负担的。我会害怕自己成为他们的拖累，也会担心自己根本承托不起他们的期待。但他哈哈笑了。这有啥负担不负担的？你是我闺女，家里所有东西，包括钱，本来就通通都是你的。他说着，神色颇为感慨。你妈妈命不好，18、19岁就跟了我，是我没本事让她过上荣华富贵的好日子。所以我就想着，我们的娃不能再吃这样的苦。你是女孩子，得养得精细些，别将来遇到个稍微对你好点的人，就屁颠颠的跟去了。不然你妈也饶不了我，要一把火把我的书全烧了。我听着也笑了，差点挤出个鼻涕泡。可是爸爸，我没有书里的人那么聪明。
如果我最后还是考不上清华北大怎么办？那就去别的学校呗，怕什么？只要别跟我一样考家里蹲就行。如果我遇不到霸总怎么办？那就让你看上的人入赘，咱又不是养不起。如果我不喜欢男生怎么办？那……我爸突然呆住了，后退半步，扭头叫道：不好了，老婆！我开玩笑的，爸爸。老实了。少年时代匆匆如梭。我在那所私立中学过得平淡而顺遂，因为奖学金力度比较大，倒也没给家里增添过多负担。后来莫考上清华北大，差10几分，但也去了北京。爸妈专门给我办了个升学宴，这次只邀请了早餐店周边的叔叔阿姨和一些关系好的邻居。我算是他们看着长大的，上台致辞时，很多人都哭了。艾苏，将来要好好孝顺你爸爸妈妈，他们不容易啊。裁缝店的王婶直抹泪，你爸妈是我们整条街最勤快的，一年365天，得有360天没休息过。你妈的手一到冬天就生冻疮，是在冷水里泡出来的，她都舍不得烧热水。你爸有回在雨天进货，不小心摔了，在床上躺了好几天动不了，硬是叫我们别告诉你，怕你分心。是啊，邻居爷爷搭腔，每回跟你爸妈们聊天，他们都念叨你，说要多赚点钱，送你上好学校，去大城市，嫁好老。好了好了，我爸忙打断他们，喜庆的日子不说这些啊，孩子听了心里堵。来，都喝酒，喝酒，祝贺我女儿考上大学，迈入人生新篇章。我跟他们一起高举酒杯，明明想笑，视线却模糊了很多。对不起啊，爸爸，这回你不能去还愿了。我偷偷拍了拍爸爸的肩膀。嘿嘿，没事儿。他憨憨笑笑。为什么没事？那作者因为抄袭半年前就被投诉下架了，还不了了。我爸耸了耸肩，眼底闪过一丝遗憾，但仔细看，似乎又有一丝侥幸。所以说生活这玩意儿，有时候比小说都荒谬。关于我大学念什么专业，爸妈又小小的吵了一下。我看现在的女主都流行学新闻，真的，10个里有8个都学新闻。每天出入各种高端场合，然后会遇到命中注定的金融大佬。我妈比划，我差点一口可乐喷出来。还不如学电脑呢，能直接黑掉总裁电脑，上国际新闻，少走几年弯路。我爸抗议，我摆摆手打住。没关系，最后读出来都是当社畜的命。嫁豪门那是极小概率的事件，我选择先养活自己。于是我背着书包，继续念我的理工科去了。专业不说高大上，但多少也凝聚了我年少时的一丁点梦想。航空航太，这下一去几百公里，我每天上专业课上到发际线上移，爸妈的日子反倒清闲了。但或许正是闲着无聊，他们终于解除封印，开启了支线任务，催婚。我爸还好一点，我妈坚持每晚给我转发一部古早狗血言情，几百万字起步的那种，并附带60秒长语音。宝宝，这本我看哭了，你有时间也一定要看看。你要是在学校遇到男主这种人，马上躲得远远的，花花公子要不得。还有女配这种恶毒小人，你多看几本就能识破他的茶艺了。至于男配，我回到宿舍一般都是9点到10点了，还要赶作业，不得不婉拒。妈妈，我真的很忙。也没有男生主动追你吗？他小心翼翼。没有，都怕我将来抢他们工作吧。理工科男女就是这样纯粹的关系，不存在团宠，都是竞争对手。这群没品的东西，我妈怒喝，没事宝宝，你在别的班级和学校都转转，联谊会也多去，说不定就遇到什么命中注定的金圈太子爷了。
妈，现在是新社会，太子早亡了。我困得倒头就睡了。见迟迟没有进展，我妈居然真的安静了一段时间。但不知是不是我爸跟她说了什么，某天凌晨，他默默转了我一本很文艺的《双女主百合》。宝宝啊，你别有压力，妈这段接触了一些新鲜东西。其实现在社会开放了，每一种取向都应该被包容。之前是妈妈考虑的不够周到，让你困扰了。其实如果你非要带京圈大小姐回家，妈妈也不是不能接受。我这个用词可以吧？我没说格格什么的，就是大小姐，嘿嘿。什么跟什么呀？我要崩溃了。终于，在大3这年，我跟一个大4的学长交往了。现在想想，多少有点一怒之下为自己证明的意思。暑假我就带他回家去见了爸妈，他们热泪盈眶。是真的京圈，本地人，家里有钱，富二代。爸妈拿出招牌的小笼包接待了他，学长伸手道谢时，他们的眼神更是狠狠一震。因为他们发现学长手腕上戴着一串圆润的佛珠，其实是我地摊几块钱买的，原来还是个京圈佛子。那晚爸妈激动地发了条某音，配文：等了好久，终于等到了我们的太子爷女婿，闺女太争气了，也希望大家都能成为自己生命中的大女主。爱心爱心。下面评论全是彩的。吃拼好饭中毒了吧？还太子爷？你们的首要任务是卸载杨世子小说。门不当户不对的爱情走不到最后哦，偷笑。爸妈一个个删了，都是嫉妒我们的 NPC。但这份幸福没能持续多久。我留在北京读研的那个夏天，学长出轨了。其实这段感情的崩裂早有预兆。我们本来就不算一见钟情，也不算日久生情，无非是枯燥岁月里偶然的荷尔蒙作祟，他撞见了我，而我也恰好遇到了他。那天和他看电影，他中途去洗手间落下了手机，那女孩发来消息，我才无意中看到了他们的聊天记录。我希望他一毕业就跟我结婚，但他非要考研，结果还真考上了，简直不把我放在眼里。性子也很硬，被家里人宠得无法无天，没有半点情趣。除了这张脸，根本一无是处。他还会跆拳道，手劲很大，我真不知道一个女孩子学这些东西做什么，跟你一样跳芭蕾不好吗？至于他父母，哈哈，很穷酸，见面竟然请我吃自己做的包子，谁稀罕那玩意儿？他从过道走回来的时候带着些许慌乱，我强忍着不适，把手机丢给他，我们分手了。艾苏，你听我解释。我狠狠甩开了他，衣袖打在他脸上。或许别的都还能有余地，但侮辱我父母，不能。虽然并未付出过多么沉痛的代价，我还是因此消沉了很久。我一头栽进图书馆，学得废寝忘食，不分昼夜。困倦时，我望着镜子里自己想，其实我本来就不是个受欢迎的人。什么大女主、凤傲天，只是爸爸妈妈对我充斥着滤镜的幻想。真实的我内向驽钝，不擅长社交，从小到大没多少朋友，也没遇到过惺惺相惜的恋人。上学的时候，会有不喜欢我的孩子叫我暴力女和书呆子，但确实只有伏案学习和工作时，我才能感受到自己身上的价值。我做不到完完全全满足爸爸妈妈的期待，一直都不能。爸妈知道这件事是在2个月后，我隐去了出轨这个导火索，就说性格不合导致的分手，免得他们冲动之下去找人麻烦。但他们更难过了，一边哭一边自责。宝宝，是不是我们哪里做得不好，让他不高兴了？还是他家里的人嫌弃我们，不愿意跟我们做亲家？
你这么优秀，爸爸妈妈是不是拖累你了？我抽出纸巾，像小时候那样，一点点帮他们擦眼泪。没有，我从来不觉得他们高贵，也不觉得你们不好，是有些人太傲慢，跟我们无缘。之前，你们总是希望我遇到天上掉馅饼的好事，别跟你们一样辛苦忙碌半辈子。可人生莫故事里写的那么容易啊。或许我能拥有你们当爸爸妈妈，就已经花光很多好运气了。我又握住他们的手，认真道。不过我想明白了，人活着也不是非要结婚不可，我可以把自己嫁给工作。祝福我和我国的航太航空事业吧，爸爸妈妈。他们有点感动，又有点无措，面面相觑了很久，最终哭笑不得道：宝宝，你不会封心所爱了吧？不能帮你们找豪门女婿了，你们会失望吗？下一秒，我的手被用力地回握住了。我看见两张慈爱而真挚的面孔。不会，读美也很好。现在都流行这个了，对吧，老林？爸妈抱着我可能要读美一辈子的想法回去了，也没再跟我分享过什么言情百合小说。我妈开始改看耽美，说这样不会突然联想到我和宫卫的爱情，然后抓心挠肝。我的生活恢复了平静，毕业后进了设计院当加班狗。那种为了自己热爱的事业燃烧生命的感觉，经常让我着迷。结果第3年，我遇到了另一位跟我一起燃烧生命的同伙，不，同伴。仔细一问，原来还是我中学同学。他记得我，但我对他印象比较模糊，对着毕业照看了半天才想起来。我们被分到了一个专案组，经常坐一起头脑风暴，性格意外的合得来。最重要的是，因为老家都是同一个地方的，饮食习惯也一样。团建聚餐时，通常是我跟他消灭最辣的那道菜。过年我坐他的车回的家，我妈发现情况，抓着我的胳膊摇了很久。我脑袋都快晕了。对，刚谈1个月，你们别吓着他。这不是重点，我妈一脸严峻。你说中学同学，不会就是那个骚扰过你的臭小子吧？他不行，他拿破镜重圆追妻剧本也不行。我巨讨厌他妈妈，死也不要跟他当亲家。是高中。我无奈解释，他高中3年跟我一个班的，但他那时候也是个书呆子，我印象不深。我妈大喜，也是那所私立的啊，现在也在北京。那他条件不错吗？还是暗恋成真剧情？哦呦老林啊，我磕到了。算了，他说是暗恋，那就是吧。嘻嘻。在几年后，我们研究的新型飞行器经过重重检测，进入了太空，将会为祖国的航太事业做出新的贡献。我和周赫然也结束了平平淡淡的恋爱，领证了。周家父母都是人民教师，为人低调亲和，对我们店的小笼包赞不绝口。这是一门2家都很满意的亲事。婚礼那天，我妈带着新做的5光10色的指甲，我爸也带着礼花，做了一番用情至深的致辞双簧版。各位来宾，各位亲朋好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新娘的父亲林涛。我是新娘的母亲苏美霞。其实从我家小孩很小的时候开始，我们就坚信她是这个世界的女主角，不过是活在虐文里的那种。因为她很漂亮，但身体不太好，家世也不太好。我一直很喜欢看各种小说，喜欢带入主角的人生，觉得虐文爽文各有各的精彩。但当发现自己女儿是虐文女主时，我还是慌乱了，因为我不希望她历经磨难，只希望她幸福快乐地度过一生。于是我和孩子他妈商量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，我们必须得帮助她成为真正的凤傲天。可惜我们没石磨文化，也没石磨技术，这么多年了，只能守着一个小小的早餐店，不能给她更体面的人生。
但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，我们发现，所谓的体面不一定要和高贵的身份挂钩。就像我和他妈妈辛苦操劳大半生，被很多人不看好，但我们还是很幸福，很满足。宝宝教会了我们，只要做人自强不息，做事问心无愧，那不管往哪边走，都是最好的人生路。最后我们想说，我们的孩子林爱苏是当之无愧的大女主，希望大家都为她的优秀和坚韧鼓掌，为她的事业和爱情欢呼，谢谢。台下观众听得云里雾里，但都特别捧场地鼓起掌来。其中周赫然鼓得最厉害，还偷偷用胳膊肘捅我。宝宝，莫想到你这么厉害呢，别把他们的口痞学去啊，可恶。后记，我和周赫然都是工作狂，但还是计划着要了一个孩子。当年妈妈生我时不太顺利，我原本还有点忐忑，但万幸，孩子咕咕落地，是个哭声嘹亮、健康强壮的女婴。我们给她取的乳名叫小福，此生不图荣华富贵，唯愿她多福少忧。老家这几年经历了城区规划，市中心逐渐转移了，早餐店生意也受到影响，变得冷清许多。爸妈干脆关门大吉，在50多岁的年纪去追求自己的热爱。我爸买了把电吉他搞起摇滚，妈妈则成了很受中年群体喜爱的某音达人。他们来北京照顾过小福一段时间。当周赫然把小小一个粉团放到他们怀里时，我妈忽地叹了口气，可惜了，是个女孩。我跟周赫然心下一惊，他才抬眼，悠悠说出下半句话，不能给他生几个又高又帅又霸道的哥哥，把他往死里宠了。我爸捏着他的小脸蛋，笑眯眯地接话，所以我们小福啊，也当个快乐的独生女吧。如果你喜欢今天的故事，不妨把它分享给身边的人，让一份小温暖变成2份、3份。下一期一页故事，我们还会带来新的一页惊喜，可能是关于梦想，关于陪伴，也可能是关于不期而遇的感动。记得准时来赴约，咱们下期不见不散。